这一集要介绍登别地狱谷、昭和新山、洞爷湖跟支笏湖的一日游。我们是购买网络平台的一日游行程，全程坐巴士移动，还有导游带领，可以在1天之内走遍知名景点。购买链接我会放在底下资讯栏，可以考虑安排1天这样的行程哦。第一站是登别地狱谷，入口旁边有商店，我们待会出来再进去逛。等等，我们会沿着橘色的地狱谷游步道，路程大约10分钟。左手边有洗手间可以使用，旁边的岩石就有冒着蒸汽。登别地狱谷是一个火山口遗迹，在日和山火山喷发之后，由熔岩所形成的一个谷地。从岩缝中会喷出火山气体，空气中都是硫磺的味道。沿着山谷有很多的温泉涌出口与喷气孔，就像是鬼栖息的地狱，也是命名由来。这边有很多温泉种类，1天的涌出量高达1万吨以上，所以附近也有很多温泉饭店跟旅馆，可以去泡温泉。在每天的晚上也会有点灯的鬼火之路，搭配缭绕的白烟，场景就更奇幻了。夏季则会举办鬼烟火秀，以登别温泉守护神而闻名的鬼汤鬼神会发射高达8公尺的烟火，也很值得一看。这个是铁泉池，是在接近地狱谷中心位置的小间歇泉，泉水的温度有80度，也是登别温泉的泉源。前面有建筑，那边就是登别温泉街，可以吃海鲜、逛街跟泡汤。往回走，左手边有一个岔路，下去的话就是药师如来堂。这里有一座知名的药师如来像，据说当时开采硫磺的南部番家城用佛堂下涌出的温泉水清洗眼睛之后，眼疾就好了。佛堂内有家臣捐赠的石碑，这边的温泉也被叫做木之汤。接着回到入口处的商店，里面有卖登别地狱谷的纪念磁铁，还有北海道长尾山雀的娃娃跟吊饰，北海道的介绍书、袜子跟其他小物。另一边有贩卖机，也可以坐着休息，还能买到登别的温泉粉回家泡汤。坐上巴士准备前往下一站，路上会经过冒着白烟的这个是泉源公园，每3小时就会喷发1次间歇泉。间歇泉前面还伫立着一个鬼造型的鬼像，是一个热门打卡点，也是登别的象征。旁边会有很多不同颜色的金棒，每一只都代表不一样的意义。下一站来到地球甲。地球甲地名的由来是源自北海道爱奴族语的断崖。往上走是观景台，下面是100米左右的悬崖峭壁，还有一座白色灯塔。从这边眺望太平洋的海平线，可以看到海平面好像有一些弧度，所以据说是地球上可以看出地球是圆的一个地方之一。幸福之中，情侣敲响钟声就能拥有幸福。地球甲是世兰8景之一，也是北海道自然百选中的第1位。天气好的时候，景色真的很美。接着来到昭和新山，这边有一座熊牧场，这边可以自由决定要不要进去熊牧场看熊。这里面是卖纪念品跟伴手礼的商店，很多这里限定的薰衣草跟马油保养品，也有跟熊有关的小物、包包、服饰等等。还有戴着哈密瓜头套的熊娃娃、袜子、手帕跟一些吊饰，另外还有宝可梦、吉伊卡哇等等知名 IP 的商品。北海道的伴手礼饼干这边也有。右手边就是熊牧场的入口，在网络购买套票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要不要有包含熊牧场门票的选项。昭和新山熊牧场有北海道3大熊牧场之称，熊群依据年纪分在不同的区域。可以购买熊饼干进去喂食，近距离接触这些棕熊。春天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刚出生的熊宝宝，超级可爱。
商店的对面就是昭和新山，原本只是一个平坦的麦田，经过了火山喷发，地壳隆起，短短2年就形成了。新山堂也是一个纪念品商店，里面有简单的点心跟饮品，跟很多可爱的小物纪念品，还有服饰、包包、保养品。另外一边有珠山，它跟昭和新山都是日本最活跃的火山。这里有一个昭和新山的火山村，进来的话就会看到火山体验室，里面是一个模拟火山喷发的情况。在黑暗中喷火体验室中，你可以感受到爆发时的震撼声以及轻微震动，也可以观看火山爆发的纪录短片。出来之后，这边就是卖杂货的商店。有服饰、小物跟动漫 IP 周边商品，柴犬图案的提袋跟上衣，还有娃娃跟其他玩具。商店外的空间也都摆满了商品。另外一边也是杂货商店，有纪念 T 恤、伴手礼盒、明信片等等。接着往2楼走，这边有一个有珠山缆车的展示。另外一边就是缆车的售票跟搭乘处，只要6分钟就可以抵达山顶。沿途你还可以欣赏洞爷湖、羊蹄山跟内埔湾的美景。20世纪以来，有珠山就经历了4次的喷发，也因此让一片麦田地隆起，形成昭和新山。大约在30到40年就会喷发一次，在1977年就造成了很大的灾害。还好2000年在预测之下有成功避难。从火山村出来之后，继续往前走，旁边有一间有珠山食堂、喷火亭，它跟有珠山缆车是相连的，卖的是北海道美食招牌火山拉面。往前的路边有几个店家，第一间是木雕工艺的商店。店内有超多大大小小的木雕品，也有服饰配件跟杯子、木质饰品、小物，还有一些皮毛皮革、不同种类的木质神像、丰富造型的猫头鹰，也有其他的动物。旁边这间是昭和新山的吉田屋。最有名的就是马油相关产品，是只有在这边才能买到的限定商品。2楼还有餐厅，招牌是腐饭跟海鲜乌龙面。这间也有木雕艺术品跟其他纪念小物。再往前一点，还有卖伴手礼跟白色恋人冰淇淋的杂货店。这间有北海道特产木雕品跟水晶矿石，还有天妇罗冰淇淋。商店的对面有一个公园服务中心，里面是一些周边火山的介绍，还有展示洞爷湖有哪一些的自然生态。下一站我们就来到洞爷湖，可以在这边乘坐洞爷湖游览船，成人是1600，6到12岁是半价，可以近距离观赏到火山口湖的风光。旁边还有设置了拍照打卡的装置艺术，沿岸也是洞爷湖雕刻公园，总共有58座雕刻作品可以欣赏。这边有另一间船家，有很多不同的路线，你可以根据喜好选择。旁边还有天鹅船，可以自己踩着船慢慢游湖。前面有洞龙之汤，这个是一个免费的足汤，也可以来这边体验看看温泉足汤。附近有一栋洞爷湖8大工业国高峰会议纪念馆，里面详细记录了 G8 高峰会的资料。进来也可以看到一些洞爷湖的相关介绍。往2楼走就是洞爷湖高峰会的资料展览，这边保留了会议当时的摆设跟资料，是由8大工业国主办，其他国家跟国际组织来参加的非正式会议。主要在讨论全球经济跟政治、社会等重要议题。旁边是一些洞爷湖相关历史可以自由参观。洞爷湖的模型，
这是洞爷湖文化中心，有提供一些旅游资讯跟展览。接着会上来洞爷湖展望台，这里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洞爷湖的景色。它是一个火山口湖，是在11万年前一次火山喷发后形成的，直径约10公里，是日本的第9大湖。旁边围绕的就是有珠山跟昭和新山。后面有一个土产店，里面卖了一些伴手礼跟杂货，有当地的名产、干货跟零食。这里还可以选择搭直升机游览洞爷湖的体验，依照不同路线有不同的收费。不只可以观赏到洞爷湖、中岛，还可以从空中观赏活火山、有珠山跟昭和新山。这里也有保养品，各种洞爷湖土产的饼干、伴手礼，还有鞋子、服饰跟吉祥物娃娃、造型磁铁的纪念品、风景明信片、三丽鸥联名的袜子跟其他吊饰小物，北海道热门的零食饼干、特色图腾的帆布包跟饰品，不同口味的北海道牛奶。最后一站来到知户湖，右手边的是温泉度假饭店，这边有一些商店跟餐厅。左手边这是咖啡厅，也有小点心。这是独木舟用品店，可以报名体验在知户湖上面划独木舟。知户湖是北海道最清澈的湖泊之一，是在4万年前火山爆发后形成的火山口湖。在这周边也有很多个景点是可以一起去的，还可以泡温泉。知户湖在冬天也不容易结冰，是在日本最北方的不冻湖。接着来到知户湖游客中心，里面有展示介绍知户湖是如何形成的，也已提供周遭的健行路线、自然观察指南，还有卖很多的明信片、纪念品小物。这里可以盖纪念印章。知户湖周边会出现的鸟类，北海道特有淡水鱼类，像是鸡鳟等等。这边展示的是知户湖周边的丰富生态，还有栩栩如生的雕像。声音的互动体验，可以听到各种生物的叫声。木头的剖面模型，在知户湖周边有很多不同的树木品种。旁边有北海道狐狸，在清晨或傍晚有机会目睹它们的出现。柱状节里是火山带会出现的地质奇观，在知户湖南岸附近也可以看到。来这边就可以了解到很多知户湖的生态。知户庄是一个家庭餐厅，最受欢迎的是味噌拉面。这间的话可以报名独木舟、SUP 等体验。这一支的影片就介绍到这边，下一集我们要跟大家介绍旭川、富良野地区的景点。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